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脏脏包杨紫凭什么被那么多人喜欢？答案就藏在家业里。在如今的影视行业里，演员们似乎越来越注重体面了。打开许多影视作品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：角色明明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，是风吹日晒、劳作辛苦的普通百姓，可镜头里的演员却依然皮肤白皙透亮，妆容精致无瑕，头发整齐柔顺，甚至连脸上的灰尘都像经过精心设计一样恰到好处。所谓的扮丑，往往只是脸上点几颗雀斑，贴一道伤疤，或者轻轻抹上一层灰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那不过是为了维持角色设定而做出的表面功夫。演员本人依旧被牢牢保护在偶像滤镜之下，于是很多角色看起来像是在演苦，却始终缺少一种真实感。因为真正经历风吹日晒的人，不会连头发丝都保持完美；真正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，也不会永远拥有毫无瑕疵的皮肤。观众或许说不出具体原因，但总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。直到看到杨紫在家业中的造型和表演，很多人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演员与角色之间最大的距离，从来不是演技技巧，而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光环。在家业中，杨紫饰演的是智墨世家的后人李珍。这个角色并非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，而是一个长期与墨料、炭灰和工坊打交道的制墨匠人。因此，镜头里的杨紫不再是大家熟悉的精致女明星，她的脸上经常沾着墨灰和汗渍，额角被汗水浸湿，皮肤不再白净透亮，而是呈现出长期劳作后的暗沉与粗糙感。双手因为接触制墨原料而染上深浅不一的墨色，指甲缝里甚至都能看到黑色痕迹。有些镜头里，她满脸灰尘，发丝凌乱，衣服上沾满制墨过程中留下的痕迹，看起来甚至有些狼狈。正因为如此，网友们才亲切地称她为脏脏包。这个称呼看似调侃，实际上却充满认可，因为观众看到的不再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明星杨紫，而是真正融入角色生活状态中的李珍。很多演员害怕自己在镜头里不好看，担心造型不够精致，担心形象受到影响，担心失去所谓的偶像光环。但杨紫似乎从来不在意这些，她没有刻意追求脏的效果去博取关注，也没有故意卖惨制造话题。她只是按照角色本来的样子去生活，去表演。对于一个每天与制墨工艺打交道的人来说，脸上有灰，手上有墨，衣服不整洁，本来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而杨紫做的，不过是尊重角色，尊重那个时代，尊重制墨匠人的真实生活。这种真实感，恰恰是最难得的。因为真正优秀的演员，演的从来不是自己理解中的角色，而是角色本身。他们愿意暂时忘记自己是谁，把所有属于明星的光环都放到一边，然后彻底进入人物的世界。在家业中，杨紫让观众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职业态度。她没有刻意展示自己的美貌，也没有依赖精致妆容来增强角色魅力，而是通过最自然的状态去呈现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。镜头里的她会疲惫，会狼狈，会流汗，会满身灰尘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角色才显得鲜活可信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杨紫第一次为了角色放下偶像包袱。这些年来，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，她始终愿意根据角色需求调整自己的状态，而不是让角色来迁就自己的形象。对于她来说，演员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永远保持漂亮，而在于是否能够让观众相信自己塑造的人物真实存在。或许
这也是为什么杨紫能够拥有如此广泛观众缘的重要原因。观众喜欢她，不仅因为她有亲和力，也不仅因为她演技扎实，更因为她身上始终保留着一种难得的真诚。在这个越来越追求精致包装、越来越重视流量和话题的时代，杨紫依然坚持把作品放在第一位，把角色放在自己前面。她愿意为了角色变黑、变脏、变得不那么好看，愿意花时间研究人物的生活状态，也愿意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完成一次次表演。正因如此，脏脏包杨紫才会被越来越多观众喜爱。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明星，而是一个真正愿意为角色付出、愿意为作品负责的演员。而这样的演员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会得到观众最真诚的掌声。